我们现在走高速公路、国道是比较常见的，那么在封建社会有没有呢？还真的有啊，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。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、国道是秦始皇修建的，我们今天看的就是其中一条。这条道路啊，从那个时候修建2000多年一直在运行，到上个世纪都还有人通过，包括当时秦始皇自己也走了这条道路。同时呢，这条道路呢也是连接山西、河南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，可以说是交通枢纽。在路上呢还有很深的车辙印，因为在古代嘛，经常是走马车，深的地方那个车辙印呢，差不多都是20-30公分的，关键是从石头上那个压出来的，就证明这条道路的繁忙。捡好票了，这边门票是20块钱。古道雄风，说的就是这个秦皇古道，这里还弄了一些雕塑马皮，因为这条古道以前经常是走马车嘛，当然就复原了一些。这个古道离这里还有点距离，我们先来说一说秦始皇，毕竟啊，这个古道是由他下令修建的。秦始皇嬴政是中国历史上极具开创性、以征信性的一位君主。他结束了春秋战国差不多500多年的分裂状态，建立起了中国首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。他建立秦王朝之后，开创了制度以及一些举措啊，影响了2000多年。也就是说，封建王朝很多呢是沿用他的那一套。在很多古代的资料或者其他一些影视剧也好，把秦始皇呢说成是暴君，其实不是啊。秦始皇被称之为千古一帝，中国封建社会差不多500位皇帝，我们说排名第一的肯定就是秦始皇。秦始皇是一位伟大的君王，不过呢，他的小时候确实受到了非常多的困难。在战国后期啊，秦国和赵国应该说是主角，两个国家呢一直都想争霸天下，这就导致他们之间呢爆发了很多战争。特别是公元前260年的时候，秦赵发生了长平之战，赵国呢被秦国坑杀了40多万人，这就导致啊赵国对秦仇怨极深。当时呢，秦国啊派了嬴异人在赵国为人质。在公元前259年的时候，嬴政呢在邯郸出生，不过那个时候啊，由于他的身份而言，他童年呢是毫无尊贵可言，受到赵人的欺负，还有受到赵人的歧视，并且呢多次面临生命危险。直到公元前251年，他的父亲嬴异人被立为太子，赵国呢就不敢刁难嬴政，将嬴政和他的母亲送回了秦国，结束了将近10年的人质生涯。到了公元前247年的时候，嬴政的父亲去世，他呢以太子的身份继承王位。由于那个时候只有13岁，年纪比较少，朝政呢由吕不韦和他的母亲共同掌控。嬴政那个时候就是傀儡，年纪小的时候受到很多苦难，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他没有那个懈怠，而是隐忍。另外呢，是学习治国之术，关注秦国的军事动态，并留意呢朝堂上的各方势力。他在积累经验，慢慢等待时机，夺回权力。到了22岁的时候，嬴政呢在雍城举行冠礼，正式亲政，并且呢，当时呢，他迅速铲除了能够威胁他皇权的势力，先是平定了长兴侯嫪毐的叛乱，这个在很多影视剧都演绎过了。随后呢，又驱逐了吕不韦。这样的话，嬴政就掌握了秦国的大权。在他亲政之后，嬴政呢就采纳李斯、魏辽的战略建议，以远交近攻、先弱后强的原则，开始准备统一之战。从公元前230年，这个步骤就开始了。先是灭掉了韩国，到了公元前228年灭赵国，公元前225年灭魏国，223年灭楚国
222年灭燕国，221年灭齐国，差不多10年的时间，秦始皇呢就统一了，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500多年的分裂局面，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朝。这就是我们说的秦王扫六合10年统一战争。秦王嬴政统一之后，他认为自己的功绩很大，于是呢就自称始皇帝，他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位皇帝。那这个时候他就开创了很多制度。首先呢，他废除了几百年的分封制，建立皇帝为核心的中央以地方官制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郡县制。同时呢，他为了解决春秋战国分裂带来的制度混乱，嬴政呢推行一系列标准化措施，比方说书同文，就相当于是统一文字；车同轨，统一度量衡；统一货币，这个都很好理解了。在这个车同轨的基础下面，他下令了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，就是全国交通干道，还有直道。这些呢，第一呢，加强了统治，另外呢，也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。今天我们主要看的就是其中的一条驰道。古道快到了，就在前方一点点。这里还有一个士兵的雕塑，这应该是将军了，看起来有点像明代的。在这一块看到几间小房屋，这个可不是一般的房子啊，这是驿站，古代供官员、邮差休息的地方。建造时间比较晚呢，是清朝嘉庆时期建造的，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高速路或者国道的服务区。你看，这些都是老物件了，那个碑上的碑首。这一块说是清朝嘉庆时期修建的，我估计是复建，在它之前也是有驿站的。这些地方都有碑首，那以前一定是有碧玺驼碑的，只是说损坏了，现在重新整理放在这里了。那这个驿站呢，在中国历史上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，因为秦始皇修建那个驰道也好，直道也好，它那么长，上千公里，中间一定得有休息的地方，那这些驿站就发挥了作用。这个驿站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，在商朝时期就已经存在驿站了。基本上只要王朝的存在，驿站就存在。走了一段距离，终于看到了这个古道，眼前看到的就是秦始皇时期留下来的古道，明显的可以看到非常宽广，全部是用巨石铺成的，2000多年还能保存这么完好，真的是了不起呀！那在这个山里面，它道路呢都是用石头铺成的，因为这样不怕雨水冲刷嘛。而到了黄土高原上面，它那个修建的驰道又有点不一样了。像现在看到的这条道路是秦直道，由陕西咸阳到包头的，这是一条快速道路，2000多年了，到现在算是完好的。特别是这个道路中间呢，基本上可以称得上是寸草不生。那这些呢算是泥土的，它那个道路啊是根据环境地势来选择用哪种建造方式的。在黄土高原，那普遍呢就是黄泥土，而在这种大山里面，基本上就是用石头铺成。现在我们看到它有些高，有些低。我猜想啊，在秦始皇时期修建这个驰道肯定是有标准的，路面呢是比较平，要适合过马车。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这种情况的话，这是不太适合走马车的。在这个道路上面还看到一些凸起来的，这就是减速带呀。在2000多年前的道路上面就已经有减速带了，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呀。因为这是下坡，它有一个缓冲的作用嘛。然后这一块可能就是车辙印，当时的马车就是通过这个中间行走。你看这个国道
比我们现在的很多那个道路都更宽广啊。那么当时他们建造这些道路的时候，就考虑到这个道路到底使用什么范围。这一路都能看到那个侧折印的痕迹啊，这边比较浅，到了前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深深的侧折印，据说最深的地方达到20-30公分，那就了不得了。你看这个也是侧折印了，这一块就有点不一样了，可能上面覆盖了一层泥土，因为这个属于坡度嘛，下雨比较厉害，但是整体看这个秦直道都是比较宽的。现在这里是非常安静，只有我一个人参观。那么实际在以前的话，很繁忙的。这一块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这石头不知道跑哪去了。你想，这边都铺了，以前这应该也是铺了，那这就是沿边的嘛，等于是护着中间的。算起来，2000多年前修道路和现在区别不是很大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古道上面全部铺了巨型石头，那实际在当时修建这个道路的时候，并不是只简单在上面铺石头，而是经过多道程序。首先呢是选好址，选好路的宽度，把路中间的树木统统砍掉，把一些石头啊这些全部清理掉，然后呢向下挖，大概20公分、30公分或者50公分。挖好之后呢，在2个边缘用石头固定，相当于就把路确定好了。然后在中间呢放入一些比较大的石块，等于是做地基嘛。那大的石块中间呢有缝隙，再用小的石头放进去，把缝隙弄完。进一步呢，在上面呢铺一层那个细沙等等，铺好之后进行压实，压实之后，再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巨大的石块铺在上面，大概就是这种方式啊。如果是在黄土高原上面，秦直道那一块，那上面这些大的石块就省掉了，他们是最后压一层黄泥土，反复的压实。反正大概修是这样的，具体肯定还有很多细节。继续往前走，我们马上就要进城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块石头非常光滑呀，就是以前每天有人走，中间呢还有深深的侧折印，这非常明显呢，就证明以前非常繁忙。刚刚说了秦直道和秦驰道的由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些道路的示意图。整个这个就是非常多，以咸阳为起点，覆盖了全国。第一条呢，我们看一下，它是秦直道，从咸阳的淳化一直到九原，也就是包头这一块，算是一条高速公路。这个主要是为了防范北边的匈奴能够快速的支援或者运送物资、运送部队。另外呢，这些呢是覆盖全国。你看到长沙、南方、江西，还有到岭南，北边呢往东北方向，山东。那这些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啊。那在这个上面有几个地点，我们仔细看一下。博浪沙，这个就是秦始皇有一次东巡的时候，在这里遇到张良安排的大力士刺杀，没有成功啊。当时秦始皇非常生气，处理了一批人。然后巨鹿，这个是项羽和章邯的决战地方。这边还有一个沙丘，这就是秦始皇去世的地方，沙丘之变嘛。这个地方被誉为困龙之地，因为中国历史上好几位有名的帝王在这里没了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井陉这一块，这条道路叫做秦皇古道，正常是叫做秦直道。这里为什么加一个皇呢？主要就是由于秦始皇走过，不过呢，他走的方式是不一样。他是秦始皇去世之后，本来是要回咸阳嘛，走这边，但是呢，当时他们走的是这条道路，就是运送遗体是从沙丘、井陉、太原，然后到九原，最后通过秦直道返回咸阳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主要是沙丘之变，秦始皇死后，赵高、李斯呢伪造遗诏，说秦始皇是让夫亥登基为帝，同时呢是下令让扶苏自杀。他是先让扶苏自杀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宣布秦始皇的死讯嘛。结果呢，
扶苏一收到诏书就自杀了。当时蒙恬还劝说这个很有可能有情况，结果没听。当时呢，他们就决定先去谨言，看看扶苏有没有自杀。另外呢，以皇帝的旨意接收蒙恬的那个驻军，因为有30万部队嘛，如果他们没有把那个30万部队接收，他们就算是宣布继承帝位也不稳当。于是呢，他们就从沙丘景行古道这条道路运送秦始皇的遗体到九原，最后呢就接收，最终呢回到咸阳宣布呢秦始皇的死讯。不知道他是在咸阳宣布呢，还是在九原宣布，反正呢结果已经不重要了。他们赵高、李斯、胡亥已经掌握了权力了，从而这条景行古道呢，我们现在就称之为秦始皇古道。走了一段距离，就看到了一座关口，叫东天门。看情况是经过修缮的，上面是修缮的，下面是原版的。我们说的秦皇古道、秦直道，在这里呢能够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下面这个过道。关键呢是这里有深深的那个车轴印。那来到前方，我们就能看到这个马车留下来的印记，非常深整个这个过道都是如此。因为这是古道的一部分，要过的话就必须从中间过去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印记呢，肯定是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那个形成的。那么为什么会这么标准呢？这主要就是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，他做了几件事情，其中车同轨就是一个。那这样的话，每辆马车走这里呢，留下印记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就形成了这个非常宽、非常深，有些可能有将近20公分。那这里只是一部分。在前方不远处呢，还有一些车辙印，因为这个属于关口嘛，整个这个古道两边是非常长的，因为秦直道通过这里一直可以到达咸阳。秦始皇当时呢也是走了这条那个古道的，只不过呢他走的不一样。我们刚才说了，他不是生前走的，是死后运送他的尸体去九原走的，就是这条道路。那这个墙壁也很光滑，这以前呢肯定是一座石山，后面可能为了修建这古道，把这个石山劈开了，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关口。这边呢也算是这个古道的最高处，那自然而然就弄了一个关口出来。这边还写了秦皇古驿道，秦朝修的，秦始皇走过的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车辙印，非常深这些是留下来的。那这边就没有了，那可能是后期重新修路把这里覆盖了，只是说这里保留了。这个车辙印这么深，大家觉得这个古道运行了多久呢？实际来讲的话，有2000多年。从秦始皇把这个秦直道弄成之后，这条古驿道呢，一直运行到上个世纪清朝末年，就一直有人行走。因为这条道路是连接河北、山西最重要的8条道路之一，我们说的古道8条嘛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是站在这个古道里面，大家想一想，从2000多年一直到清朝，这里呢每天是人来人往，商贸往来也非常多，有马匹走路的声音，有铃铛声，有吆喝声，有叫卖声，在这里呢都能够听到。你闭着眼睛想一想，是不是如此？这就是历史的见证。在这里呢，不光是商人走过这条道路，那碰到战役的时候、战乱的时候，这条道路呢经常是有部队行走。这种关口就是这样子的，他碰到战乱的时候就把这条道路封闭了。前方属于一个城门嘛，那这里呢并不是一座城门，而旁边还有一座。
那边也是。那等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，算是一个瓮城。整个港口这里呢，算是一个防御体系。你看有戏台，然后还有一些房子，还有关帝庙。那么这个地方就像是我们看的长城上的很多关口一样，比方说雁门关，它也有好几道城门，然后这里也是一样的。包括山上呢，还有一些像长城一样的，因为整体这一块是一个防御体系。我们刚才也说了，碰到战乱的时候，这边一封闭是隔绝开了。那这一块有一个观义池，一般这些重要的地方，关帝庙啊都会有的。这就是关羽骑马的场景。对面还有一些房屋。过去看看，现在是陈列室。那么在2000多年以来，这里呢一直都是有这样的房间的，只不过呢是屡建屡毁，然后又建。那这边呢还有长墙遗址，相当于是城墙一样的。这边呢还写了一个背水站陈列室，说的就是韩信背水一战的主战场就是在这附近呢。这是韩信背水站的一个示意图，东天门我们就是在这个位置。那这一块呢都是韩信的佯攻图，然后这边呢是韩信的阵地。没想到这个地方不光是秦始皇死后走的地方，韩信呢当时也来过这里，真的没有想到啊。这边就是那个城墙遗址了，相当于是长城一样。它是叫庚子长墙，是公元1900年，当时清朝为了抵御八国联军而修筑的防御工事，全长约100华里，也是挺长了。这个跟长城是一样的，我们就简单走一下，不走上去啊。它也是在山体上面修建的。那当然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复建，原本的应该是损毁了。走上去也挺长的，我们就不走上去，只是简单的看一下这个东西的存在。这样算起来，这个关口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面，经常被损毁，因为战役也发生了比较多嘛，一损毁就需要重建了。这里还弄了一些雕塑，这就是以前的人们呢行走在这条古驿道上面的场景，有人走，然后也有马车。当时秦始皇的马车也是走了这条道路。这边就正式开始了。在这里呢，有几点得仔细看一下，就是这个马车走出来的印记，在石头上都弄出了这么深的印记，就证明这条道路的繁忙啊。这里还写了一个秦始皇谢灵台。当时呢，赵高为扶害继位，以李斯密谋，假传圣旨，赐死扶苏以9元。刚才我们也说了，为证实其生死，遂改道呢，经9行至9原返回咸阳。因为当时属于夏天，为了防止那个尸臭呢，就里面放了很多鲍鱼。传说呢，秦始皇当时相当于我们说的运送他尸体的马车啊，就停靠在这一块。那边也写了，那这里就算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了。秦始皇一位伟大的帝王，中国封建史上第一位皇帝，结果呢，下场却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所以经常会说嘛，我们包括看一些古墓也是，你生前再辉煌，死后呢，你就管不了了。你就算是这么伟大的帝王，他没有安排好事情，后世变成了这个样子。在封建社会，皇位继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。如果继承者没有选好，这个国家就很危险。经常我们在影视剧中也可以看到国本嘛，太子是国本。过段时间我再去陕西看一下秦始皇陵，向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，或者是说深层次的原因。今天确实长见识了，看到了2000多年的道路，并且呢一直在使用，到现在也算是寸草不生了。关于这些道路总的长度我们可能不知道，但是估摸算一下，肯定有几千公里，我们就按上千公里计算了。
那么这条道路呢，也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，或者说最早的国道都可以。向秦始皇致敬，也向当时修建这些道路的工匠致敬。那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